生活就像一道甜点，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美好和惊喜。像个小小船，小小的船在天空飘呀飘。我不断地发掘新乐趣，给平凡的日子增添无限的滋味。忘了微笑才是最美的妆。都在向前跑，偶尔也探索兴趣如同品尝甜点，每一口带来无尽的满足感。这就是延续幸福的秘诀。比较一山还有一山高，花谢了花会再开，你可别忘了，别忘了。今天有一位贤妻良母约我来蔬果园，所以我已经做好防晒、防蚊，什么防都做了。为什么每一位嘉宾都约我到户外做活动？我在这里 ，OK，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艘船在这里，从这边开始转右 ，Let's go。这是我第一次来，哎，整个感觉是挺舒服的。好像完全不像新加坡。Nature's Pharmacy， 走，转右，转右。啊，我对于所有的植物不是非常了解。OK，banana 香蕉 ，OK， 我知道。然后，这个 Moringa， 这个是催奶的。我作业的时候吃很多很多。belimbing OK， 这个我也懂，也不错哦。这个是我的阿嬷在我的家后面种的，然后她拿来煮 asam curry。Noni superfood， 等一下可以采一下，应该很靠近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Hello， 香找萍。到了。Hello， 我是林香萍。当了妈之后呢，才会发现爱一个人原来可以这么深，不管多累多难，都会坚持把它做下去。谢谢你啊，上我的节目。当然啦，你知道我一回来第一个节目是你的节目《幸福零距离》哦，谢谢，很感动，很感动。对，因为呢，我也是为你当了母亲之后，为你感到很开心。我知道，所以呢，我希望我能知道的传授给你，而且传递给所有的母亲很多的正能量。对，我对香萍姐的印象，她是一位非常有正能量的女性，然后谁都可以当她朋友的那种感觉。上一次我们见面是去年11月多的时候，我还在怀孕，然后她在我家附近拍个节目吧。就其实想了很久，要不要去打招呼，因为我穿着睡衣，而且没有化妆。但是我的妈妈就讲，很久没有见到她了，你去跟她打个招呼吧。当了妈妈之后呢，你就会想要小朋友接触很多大自然。然后我们只要暑假还是有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小朋友去采草莓啊，可以去野餐，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大自然对他们的身心也很有帮助。所以今天呢，就带你来大自然走一走。希望下一次呢，等你的宝宝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带他一起来。我会请香萍姐来上《幸福零距离》，因为我觉得她当妈妈的旅程挺有趣的。其实我希望可以从她的角度来看待工作方面，她是怎么找到她的平衡点。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班丹叶。为什么我对这些香料都这么懂呢？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很想念我们自己的家乡的美食。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家乡的美食都很多都需要到我们的班丹叶，当时真的找不到。哦，真的？最后就找到了那个香兰叶的种子，然后呢就慢慢在家里种。然后除了香兰叶，我也会有 mint， 然后也会有咖喱叶啦，也会有 basil 九层塔。基本上我都是种我自己喜欢的香料。我们现在看到的周遭呢，几乎都是食材，对，都是可以烹饪的哦。
今天我很幸运的受到大厨的委托，让我可以在这里随意的采，当然也有他说的一些香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夏威夷一下下好不好？夏威夷。Honolulu plant， 然后这是大厨吩咐说我们要采一些 Honolulu plant。哦，有大厨啊！今天我还以为你要下厨哎。我下厨会有机会的，下次。好，我们来采一下下。哦，好漂亮哦！哎，你看，这就是我要的 turmeric 了。对，我们要找那些比较漂亮的叶子，像这样的。哎，你去台湾之前会不会对植物啊这些感兴趣？没有哎，其实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是种植物的那种，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是一个能进得了厨房、出得了厅堂的一个太太。如果大家有看，我们有个节目叫《三菜一汤》的 ，OK， 然后我的搭档是陈鸿宇，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啦！我连那个糖跟那个盐都分不清楚哦。这是糖吗？对，这是糖。哎，这是盐。盐呢？我是这么差的哦。你现在是厨神哎。我是为了孩子，因为当时觉得我的孩子怎么就吃的他的胃口没有这么好，然后就很瘦，我当时就很担心说怎么办，会不会营养不良？就因为这样，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妈妈们煮饭给我们吃都会3菜1汤。因为孩子们让我回到我以前的童年，我小时候吃的东西，然后把它给复制出来，看有没有接近到我妈妈煮给我的口味，然后再这么样的煮给孩子们吃，然后呢，希望他们可以想到妈妈的口味。我就开始学习烹饪，然后开始上网看一些资料，然后也因为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郁闷，因为我没有什么朋友，我刚刚就是带着一个5个月大的小朋友就这样搬去台湾了，陌生的地方。对，我当时一天到晚都穿睡衣哦，相不相信？我们当艺人的，我每次都是打扮得美美的出现在镜头给大家看，可是，在台湾的那段日子，我真的是一天到晚都穿睡衣这样走，就整天待在家，对，都没有出去。然后就有一次。就记得跟 baby 换尿布的时候，然后我可能太累了，一转身我的 baby 从那个台上掉下来，当时我真的是惊吓到，也把我吓醒了，我才发现哎不行，我真的不行再这样，然后把自己抽出来，然后就是觉得我应该去学习一些新的兴趣，就是烹饪跟烘焙。就从这里开始的。对，其实除了家庭跟工作找一份不需要花大钱的兴趣爱好，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不只是可以找到成就感，你也可以沉淀一下心情，然后静下来，慢慢的去想一想，你未来的方向该怎么走。当了妈妈之后，我觉得我没有把事业看得那么的重要，我就觉得在人生的不一样的阶段，你的重心就放在不一样的地方上。其实我现在很认真的在想要不要当全职妈妈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孩子不到1岁，但是我觉得他已经长大了许多，然后有很多时光我都错过了，所以当他在新加坡放弃一切，成为全职妈妈，我觉得好像有给我一股勇气。如果有一天我决定当全职妈妈 ，it's okay。难得去接触那么多植物，然后一些材料啊，这些都是煮好了你才在盘上看到的，但是没有机会看到，它在树上的那个样子到底是怎样？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像上了一堂课。嗨，Rebecca， 我向你介绍，这就是我们的 Chef Lin。Hi, nice to meet you. Chef Lin 的专长呢是 farm to table 的 dining， 所以呢，今天我采的这些食材是要交给他的。Thank you for harvesting these herbs. 然后你猜猜看，今天他要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哇，今天他为我们准备的是叫 nasi ulam。我超爱nasi ulam，我也是。所以呢，其实我另外一个目的，其实像 Chef Lin 偷食，顺便也可以吃，对吗 ？Yes。大家现在都知道可能我有烘焙或者是有烹饪，而且好厉害哦。都是自己自学的。然后我以前真的也就是只懂得拍戏，然后呢就开始烹饪，
第一个煮可能是海南鸡饭吧。你第一个学的就是对，就自己摸索出来的。哇，然后烘焙呢，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应该去上一点课。然后就从那一堂课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还像有一点点小天分。对，然后再加上我爱吃，我是这么开始的。我发现我自己的味觉还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爱吃的人，我就会回家研究或者是试试看怎么做。然后希望可不可以做到接近像这些大厨们做的样子或者口味。我几乎每一次我做的食谱呢，我都会写下来。我现在有2本，已经几乎第2本也要写满了。我看到你的社交媒体很多照片都是挺厉害的哎，就好像你过年的时候你就准备一大盘鱼生，然后有谁谁谁的生日啊，你就会我都会做蛋糕，这也是算是我答谢朋友们的友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刚到台北的时候，我最煎熬的是起初的时候，因为我就带着一个5个月大的儿子，就这么过去，也没有想到原来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在身边的日子，其实蛮煎熬的，会有点沮丧，然后呢，什么都往心里面去，直到交了朋友，同一个兴趣的妈妈朋友们，然后才会觉得日子比较好过一点。所以呢，出外靠朋友这句话真的是100% 对的。我喜欢就是从这边买一些什么香料或者一些美食，然后带回去台湾，然后一起这样煮给朋友们吃。所以我都讲了，大家都知道，我已经说我可能应该要搬回来了。我很怕煮给我的新加坡朋友们，因为我怕他们会很直接的跟我说，其实你煮的才这样，然后我就会很伤，我就会很受伤，我就会很受伤。然后从此以后就算了，收工。不会，你 try 一下煮给我吃，我不会嫌弃的。 You know who the best people to cook for? Chefs. Oh, even more pressurizing. No, you know why? Why? Because we're the ones that always have to do the cooking. So anybody that cooks for us, we are very appreciative. Wow, yeah, and I can see that, chef, you're ready. Okay, I'm gonna add all of these herbs in here. Right, okay. Roasted dry prawns. Wow. Belacan. All the coconut. So for some fresh flavors. And then this is what you also. Oh, 去夏威夷。 There you go, and your nasi ulam is ready. so pretty. 这是我看过最漂亮的nasi ulam。耶，开动了！耶！你当年为什么会决定搬去台湾呢？因为 Alex 他要经常的飞，然后当时看他从台北一直飞新加坡很辛苦。另外一个呢，就是托慧芳姐的金玉良言。因为她是一个长辈，我们以前从演母女开始都关系都很好，就是很好的友情，我就把她当成是我的母亲这样的看待她。慧芳姐算是我的 mentor 吧，任何的帮助呢，她都会帮忙我，所以我对她也是有那种很感恩的心。因为我当时生老2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我，因为爸爸要回去照顾孩子，然后慧芳姐就特地从新加坡飞了过来，然后陪我生产。他也看到 Alex 这么累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女生呢就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当时也看着我老公真的很累啦，连胡须都没有的办法剃的时候，就觉得好，有一天就很心疼他，坐下来就跟他说好了，那我陪你过去台北。可是呢，我说我只过去2年哦，我2年之后就要回来了，因为小朋友要读书哦。本来原本说好的2年，现在就变成拖到10年。对。但是你提议之前，他有没有就问你，你不可以陪我回台湾，还是怎样？坦白说 ，Alex 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说要搬到台北去，他就是比较尊重我的任何的决定，甚至现在我有这个计划要搬回来，他也没有说阻止我。为什么也一直在拖，也是因为可能我觉得在台北的生活也蛮安逸的，再加上朋友圈也多了，而且孩子的干爹也是非常对，就是有名的歌手。对，然后讲到干爹，萧敬腾有吃过我煮的黑胡椒螃蟹哦。他有给你赞吗？有。怎么认识萧敬腾？萧敬腾是我儿子的干爹，也是就是我老公的好朋友那他现任的就是妻子呢，其实就是 Alex 的干姐姐哦。对，就我们大家都蛮 close 的。然后就是他求婚的现场，你们也在。对，哇，整个画面很感人，我自己都被感动到哭了。Alex 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有哭吗？我其实还有点害羞你有哭吗？他求了1个小时后我才哭了。
对，其实我还蛮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当我记时得你是拍杂志封面，对我在吗拍杂志封面的时候，他这样突然之间进来的，然后他在我的好朋友面前跟我求婚，很尴尬其实我哦蛮害羞的，当然也有会很感动，也觉得蛮 sweet 的，因为他飞过来，然后就跟我求婚，对。我了解你这种感受，因为我也是有点害羞，然后有点内向，所以我们拍婚纱照的过程中是有我的 makeup artist Sean 啊 Dexter 就很熟的朋友 Joel， 他们都帮我拍婚纱照。但是在拍的时候就很尴尬，因为跟工作不一样嘛。工作你穿比基尼还是什么都没关系，但是突然再拍一个很 private 的一些照片，就感觉不一样了。然后他们就一直叫我们 kiss， 然后他就硬来，我们不要 stop。真的，我了解你那种感受，真的就是有点像我们自己的隐私。你这样给大家看到了，这样对，所以有点害羞这样，所以我觉得认识了这些演艺圈朋友呢，在台北他们朋友，我也蛮感恩他们的友谊的，因为他们让我从我本来有一点小郁闷，来了这边到底干嘛呢的那种问号，慢慢的转变成一个肯定。我觉得你从新加坡搬去台北，真的是要从零开始，那种初学者之心，就好像 baby 这样，他们看世界的角度就很特别、很新鲜，然后就会教你 OK 如何活在当下。而且我觉得孩子们跟你一起长大嘛，他们看到妈妈那么有勇气，我相信他们肯定从内而发的那种勇气也会比较真实。希望他们也会学习到我的这个不屈的那个精神。肯定。听了香萍姐的分享，我觉得不要害怕从零开始，因为你不知道这条新的路会带给你什么惊喜。我决定带你来这个花圃，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在装修你的新家，那希望可以带给你的新家一些绿意，哇，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我今天呢是要特地带你来看这个永生植物墙。哇，这墙很特别的，这些植物都是真的哦，他们加了工，所以即使不需要浇水，不需要晒太阳，他们还可以耐5年的时间。那今天就想要送你一个永生植物小框，啊，不是墙嘛，但是小框而已，我们去。多大的小框？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去看一下。哒啦，这就是我要带你来做的永生植物框。改天你可以带你的小孩来，然后他做一个，另外一个做一个，然后你的老公也做一个，然后你们可以制造你们属于自己的永生植物墙。如果4个放在一起，应该蛮漂亮的。对对对，我是很有心的去想到这一点的。谢谢你的有心哦。那我们就可以随机应变，然后做属于自己的永生植物框。不是墙哦。那你的家装修的怎样了？现在？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呢，我有一点点不舍得我在台北的那些朋友们，我就顺其自然，然后也不催。但这个顺其自然不催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应该有1年吧，差不多了，希望可以快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年纪越来越大嘛，我是担心他们在学业上面可能会追不上，会担心小朋友呢可能不习惯这里的教育制度，会担心小朋友可能交不到朋友，这个是我最大的顾虑，因为我担心我的这个决定会让孩子们不开心。因为其实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孩子们成长开心，也希望他们是在一个很有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我知道你对你的孩子的学业是很 hands on 的一个妈妈，那你有没有打算为了帮他们适应这里学校的生活，就可能安排一下他们在这边的 local school 上 immersion program 这些东西？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发现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哦。比如说有时父亲要公干，还是要去被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工作，那全家移居到那边一下。到了小学1年级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要报小学1年级。然后进了一个 MOE 学校之后，
你可以申请一个叫做 LOA，which is Leave of Absence。新加坡 MOE 我觉得教育部做得很好，就比如说你放假你回来呢，你回来新加坡，然后你觉得你想要让小朋友回去我们自己的本地学校，看看他们可不可以适应呢，或者是充实一下自己。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孩子送回去，就是他们已经 register 的那个学校。可是虽然我可以这样做，可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小朋友放假就放假，暑假就是暑假。我觉得我是希望他们还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玩。你是要希望他们读 local school 吗？还是国际学校？我还是希望我的小朋友能读 local school。当然也有听到一些朋友说啊，很有压力啊，很紧张啊，你还是不要，你要读国际学校。我觉得就试试看嘛。我们就不能一直断定说小朋友就一定不行。那如果到时候真的追不上这里的学业，或者真的是没办法，然后我们再去帮他们想另外一个办法。还是有一个选择。对，你呢？你呢？我是希望我的 baby 读 local school 呀。对。Matthew 是读国际学校的嘛，他是觉得他很羡慕我，因为我在新加坡还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读国际学校就是 OK， 读4年了之后，他们就各自回他们的国家了。但是我跟我的小学朋友到现在几乎是每个月都会聚在一起，好棒呀！所以他很羡慕我是有这种友情，但他没有。我觉得现在当了妈妈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任何一个决定都是第一都会想到孩子？真的啊，会啊。甚至我今天拍你这个节目，我都会安排好我的孩子啊。还好我老公都在，所以他还算是蛮亲力亲为的，所以他就有办法 handle 到。对。那对于装修家呢，是谁的 ？OK， 这一点我就要说，这个新加坡家呢是比较多是我自己的想法。当时在台北的家是比较多他的想法。对，他从黑色的 cool bachelor bed 进步到灰色。我当时是怀老二，我也没有去干涉太多，对。一进去的时候讲怎么是灰色的？其实这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完全一样。真的吗？因为 Matthew 是很喜欢黑的。哦呀，那我现在的家墙也是灰的，因为我是要白，他要黑。他讲哦，就灰吧，所以跟你的故事一模一样。哦，那他们两个绝对可以做好朋友。我觉得应该真的可以。那现在我这个家呢，就是很 cozy 的感觉啊。我当然也是希望我的家的是一个可以 entertain 朋友的一个空间。整个设计方面，我最讲究的是我的厨房。我知道我自己煮饭方式，就是我一直会在忙，我应该会很少有机会这样出来跟大家聊天，所以我是想到就是一个 counter， 就是可以给朋友坐在那边跟我聊天的。你是对烹饪非常的认真呢，还是你对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非常的认真？我觉得我在做每一个事情，如果是打分的话，我应该有100分。15年前的自己会不会想到有一天你是这样？我真的不会。可是我觉得一点我没有变到现在，就是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是开心的。我蛮重感情的吧，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我都很认真的对待。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其实我完完全全的接受自己的优点，也接受自己的缺点，是自己也活得比较自在了。对，这个我赞成哦。所以现在我回来拍这个节目，有时候我在幕后跟大家聊天，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你当妈妈之后讲话有点不一样了？真的好像完全没有形象，又或者讲得非常的开。可能就因为有了宝宝之后，就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很棒哎！那我呢？打个比方，最近装修方面，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要解决的。然后，如果是以前的我是希望把问题快点解决。可是现在呢，我反而在反应方面呢比较 chill， 反而变成是我老公是那个紧张的。也有可能说的比较难听点，我们2个人的年龄也比较大了，比较懂事了。没有，我们其实已经长大了，不是讲说我们年龄比较大，我们长大了，我们懂事了。对。好了，差不多喽。耶！哇，你的也是很漂亮啊，大功告成。
改天真的要带你的孩子来，好啊还有 Alex 来，好啊下次然后完成你带他们们的有声植物墙。好，可以。终于可以吃你煮的东西啦！上次你不是说很想吃我煮的吗？今天呢就为你下厨，猜猜我今天要煮的是什么？有3杯不同的酱料。 3杯鸡，哎，怎么这么容易被你猜到你讲鸡？肉，然后3杯吗？对了，在台北的时候，3杯鸡不算是我常煮的，反而我常煮的都是我们的本地美食，比如说烧肉啊、叉烧啊、海南鸡饭啊，因为在台湾都吃不到。其实我拍这个节目有一点小惭愧，为什么？就不会下厨啊，不会煮给我的宝宝吃啊，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回家我都会做一点点小小的小菜。你可以的。坦白说呢，刚开始一定会不容易，可是呢，熟能生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知道怎么煮了。来帮忙一下下。通常人家鸡肉就直接下锅煮，可是因为我是比较讲究要入味的感觉，所以我都会对，所以我就会先腌我的鸡肉，放一点盐，然后呢再加一点太白粉。如果你想要它再香一点，可以再加一点点麻油进去里面也可以。你坐月子的时候是不是吃很多麻油？是的，其实我蛮喜欢坐月餐，猪脚醋是我的 No.1。啊，那我本身是个不常吃菜的人，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生了孩子之后，更加喜欢吃菜。哦，还是那个月嫂太厉害了，她厨艺有没有可能吧？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普遍都是会用月嫂嘛，都会吃猪脚醋啊，很多麻油、很多姜的东西。然后我第2个呢，老2是在台北生的，所以我是住月子中心。反而他们没有煮那么多姜的东西，他们就把那个菜端上来，我整个傻眼，我说啊。这是太健康了吧，好健康哦，都是沙拉那种，也没有喝红枣茶，他们喝的是叫黑豆茶比较多，会促进你的那个奶量。哦，就好像我们这里是相信吃青木瓜，对，又或者是 moringa，对，因为我的月子餐呢是配合营养师。他们帮我调配出来的，所以吃的特别营养。哦，我觉得你坐月跟我坐月是完全不一样，是因为我的陪月嫂她会煮那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比如那些了嘛。那些妈好像不是在月子餐里面，然后你母亲会不会觉得那些了妈不可以吃啊？没有哎，她反正那些了嘛 ，yes， 她还很用心的去买材料啊，也叫我的哥哥啊，我的大嫂过来一起，我也想要哎。我其实很喜欢去就是妈妈们的家吃饭。我现在跟你讲，有没有在你的食谱的书里啊？这个没有在我的书里面，因为大概基本上都已经知道怎么煮了。所以呢，因为我的食谱其实都是写下来，大概我用的什么东西。有时候我自己煮到一半，我会加其他的酱料，所以我会记一下，因为我怕我自己下一次煮的时候我会忘记。另外一点，为什么会写食谱，是因为我有点小遗憾，是因为我母亲过世之后呢，我很想念她的美食，可是我没办法吃到了。我13岁的时候就我母亲过世了，当时我母亲才37岁，我已经过了37岁那一关，就回想起来，哇，她好年轻哦，谁都不能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是希望我自己能留一些东西给孩子们，所以就会想到写食谱了。我煮的那几道菜，然后希望有一天小朋友如果长大了可以去学习，可以自己学烘焙，然后知道这是妈妈留给他们的。有时很无聊，会问孩子们：你们谁要继承妈妈的食谱？他们怎么回答？我的老大，然后他就说我要那个咸的，然后我女儿是喜欢吃蛋糕，因为女生，她说那我就继承那个甜品的。其实昨天晚上我儿子还在问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要教我煮饭？因为听的时候会不会很温馨啊？会啊会啊。哎，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食谱？给你看看，我有带来哦。来给你看，我有2本，猜哪一个是我的第1本？哇，应该是
一直一本吧。这一本是第一本，可是我不好意思给人家看我写的东西，为什么？然后就你看都皱皱的，有些都还有那个酱料在上面。哇，这个很宝贵耶。对，我在想，好像你刚才讲，你会想到写自己的食谱，因为你吃不到妈妈煮的东西了。对，我其实也是有点小遗憾，因为我的爸爸是非常厉害煮的人，但是他的菜我都完全没有学到。你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爸爸永远都会在那里为你煮。我最想念的就是家中有他的笑声陪伴着他煮的几道菜的感觉。最近我哥哥的生日的时候，他有煮2道我爸爸常会煮的菜，就福建面还有烧肉。然后吃的时候，全家人都有同感，但是就没有说出来，就非常想念爸爸。我们也一起分享跟爸爸的一些快乐的回忆。Number one 是 blueberry yogurt chiffon cake， 这是你学到的第一道菜吗？不是，可是这是我第一个我想到要写的啊，就是从之后就越来越多了。对，现在讲一下你这个第2本。好啊。你猜这是谁送我的？你的老公。对，这个是他送我的母亲节礼物。当他把那个礼物呈上来的时候，说哇，很漂亮的盒子哦。你一打开，这是什么来的？我老公洋洋得意的说，这个给你以后写你记下来的 recipe 啊。然后我就在那边，他还跟我说这个很好，因为以后你要加 pages， 你还可以再加哦。我是不是很体贴？是的，老公你很体贴。可是有时候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个，不只是实际上的一些。对。那你呢？你有没有收到母亲节礼物？今年是我第一个母亲节哦。对呀。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哎。可能他送我都忘记了。我先讲有啦。我怕他看那个节目的时候，他讲我明明有给你啊，为什么你忘记了？有啦 ，Thank you， 但其实好像没有，真的。好，我们可以开始煮喽。因为有些人呢会比较不喜欢麻油的味道，对，所以呢我会加一点点油掺在一起煮，加一点点，好，差不多，然后我们就加那个麻油进去里面。要不就这样，我说你煮。我完全没有想到香萍会叫我煮3杯鸡，因为我是完完全全的在期待他下厨给我吃。然后我们就放蒜头跟青葱进去。你闻到很香，就是基本上你闻到那个红葱头呢、蒜头呢跟青葱的味道就差不多了。蒜头呢，给它再焦一点点，会有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现在加鸡肉喽。然后你的老公会下厨吗？Alex 会煮一些，他觉得他很会煮，我也觉得我很会煮。然后呢，他有时会把我煮的东西加他自己调料，我就会很生气，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好，你可以加那个黑酱油了。黑酱油呢，我会建议买好一点的黑酱油，这样炒起来会比较香一点点。是真的有分别的，对吗？有啊，有分别啊，因为我觉得成分还是有差啦。要再盖焖一下下。我觉得烹饪是一个跟小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的，因为我哥哥一直都会跟我的侄女一起下厨，然后他就会教小孩子拼指示。有一次他煮 pancake， 就煮早餐嘛，给他的老婆啊跟什么的，然后我的侄女不小心烧到他的手指，哎呦！然后我的侄女就很可爱，她会讲这个是叫 burn finger pancake， 她到现在一直都会 OK， 我要吃 burn finger pancake。现在第3杯了，是什么？第3杯是酒，就是我们用的花雕酒喽。我们今天用花雕酒可以撒上去了，差不多 OK， 可以了。好，3杯鸡的主角来了，就是9层塔。全部再加进去吧 ，OK。今天学煮3杯鸡，我觉得挺简单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试一试。我的先生应该会是我的白老鼠吧？你开看看吧。哇，很香。Hello。
很香。你要不要自己先拿？好好好。向宇姐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有惊吓到。我不常回来，回来的时候当然也没有这个机会跟向宇姐聚在一起，所以这次看到她真的很开心。哎，我带了一些糕点给你们吃，相信你们会喜欢的。这我最爱哎！这个系列我想再请向云姐，因为她真的是我娱乐圈的妈妈。那我现在成为了妈妈了，我很想跟她分享这一刻。也知道向云姐有很多金玉良言，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看着慧玲出道，又见证她结婚生子，那这个节目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纪念，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参与这个节目。慧芳姐好像是你娱乐圈的妈妈，对不对？对啊，另外一个是向云姐，娱乐圈的妈妈就是向云姐了。真的吗？哦，是，看着你们长大，真的很多感触。女人很快的，可以在一刹那间就改变身份，一结婚就变了太太，一下子就叫了妈妈，你看多快啊！你做的这个三杯鸡哦，我就听闻说你会做这道菜，那这道菜是我一直想要学的了。那慧玲，你学到吗？我可以教你。那好啊，很好吃，很好吃啊！那我要试试看，一面吃一面聊。可以吗？可以嘞，可以吗？对饭也很好。我给你透露一个小小秘密。什么？你知不知道志才大哥的妹妹是我的同学吗？我们是同学，是。对，我们是中学同学，那时候很小哎。所以你认识香萍姐的时候是她踏入娱乐圈之前吗？她十几岁，才十几岁而已。我才10几岁，我才14岁，而且当时就已经有谣言在整个大家在说，哎，志才好像跟向云姐两个在拍拖，可是两个都没有公认。然后我就会去他们家玩，然后我就看到向云姐在里面，我就说，哦，我当时很小嘛，说，哦，那个谣言是真的，原来他们真的在一起。对。然后后续哦，就是我在电视台突然间看到个小美女。原来就是她，她进来这个圈子，真的挺有缘的。对她当时真的好漂亮，然后志才大哥搭在一起，好哇，真是俊男美女。对，其实我真的要问一下向云姐，有了宝宝之后，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抽离自己的宝宝，你知道吗？真的要去工作，真的很不舍得。那当时的你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那时候，我相信你们也是跟我一样，而且当时你是大红大紫，那有很多戏拍哎。那个年代，其实生完孩子之后，我的心一直在转嘛，所以我的电视就开始拍少，我就主持节目为主了。但是那个时候你生了孩子，很快就回来工作了，对不对？几个月了？几个月后，4个多5个月。那我还继续喂人奶了，我还继续喂人奶。因为我现在在拍幸福零距离嘛，所以我还在喂人奶。那我有点担心，我开始拍电视剧的时候，到底不可以坚持下去？你的心情后来你觉得如何？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后悔我的决定了。哎，为什么那么快回来工作？因为 baby 成长的一些过程，我全都错过了。真的，你懂我在妈妈家看到一个照片哦，是儿子在爬了，然后我突然间想，哎。晨曦什么时候会爬？我妈妈说你在拍戏的时候他已经学会爬了，哎，很内疚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常常尤其是这段日子，我可能比较空闲，我常常会跟孩子道歉。我一直跟孩子道歉，我说很抱歉，我没有好好的陪伴你们，照顾你们。晨曦小时候，我多数是拍明初的戏啦，所以古装戏就时间比较长。出门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好几个月，一段时间过去了。所以如果重新再来，我看我会重新的选择我要走的路。那段时间是增加了我的人生历练，因为你以后你在演妈妈的戏真的不一样。开始当妈妈之后，其实我觉得我完全变了一个人。之前我会很焦虑，对于每一件事情都会很焦虑。是，尤其是对于工作。其实我回来工作，我还有很多东西我想尝试，我有很多东西我很想做。这就是为什么我怀孕的期间跟生了孩子我会很焦虑，但是当了妈妈之后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不可以为我自己而焦虑，而是要为我的宝宝而焦虑。对，我未来的决定到底会是怎样？
我其实我自己每天都在变化，然后每天都在跟 Matthew 讨论不一样的东西，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担忧。其实我的爸爸过世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领悟，因为你一直以为你会有下一次，跟家人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爸爸妈妈永远都会在，一直都会有因为我爸爸生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开始用工作来麻醉自己。看到他在那种很无助的状况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更无助。我觉得我没有做到最好。爸爸走的时候会觉得 OK， 我现在不要后悔了。就爸爸过世，我会觉得家的重要性在我心里会越来越高。对，所以就很多人会觉得，你怎么舍得放弃你的事业，还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不算是放弃，而且你做的任何一个决定，我觉得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对你的一个要求。真的，到最后是你心里平静吗？那个是重要的。所以我每天还在挣扎。我知道你有很多压力，选择成为一个事业女性会有很多困难，所以我觉得勇往直前的时候，那你看看最终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是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因为我在这条路上，我很幸运，就有很多帮助我的人，我不想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但是同时我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才会压力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拍摄过程真的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更加了解这新的自己。每次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在看红星大奖，然后就会看到熟悉的面孔。你有想念吗？你看的时候？我还好，我就觉得看大家美美的，然后就觉得还好，我不用穿那高跟鞋在那边走。我还以为你会想念，如果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该多好。然后我儿子就会问我这句话，说妈妈，你为什么没有在那？你怎么回答？我就跟他说，因为妈妈要照顾你们啊，让妈妈回去拍戏，那妈妈就可以在那边了。他说好啊，那你就去拍吧。So cute。对，会的。其实是他们鼓励我，让我放心的回去拍戏。对，可是我有花5年的时间跟他们有那个 bonding。如果可以给你机会重新再来，你会选择怎样？我真的会选择在家嘞，因为他们长大就有自己生活，像你现在是10岁啊，一下子他们长大，他们不要你了，真的，他们很忙，学业、朋友。好了，我不拍了，拜拜。很多人都跟我这么说，现在尤其我的老大已经将近要10岁了，反而喜欢妈妈不在哦。我跟你讲，现在阶段他们觉得妈妈你要去工作，去，快去，拜拜。哎，我孩子这么大，他们也是叫爸爸回去拍戏的。现在，因为以前就才就唠唠叨叨嘛，他们现在说去拍戏。所以你放心好了，你一定会到那个阶段，你的儿子会跟你说，妈妈你去拍戏吧。所以珍惜现在这段时间，可是最后我觉得还是以自己的感觉去走，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家长才会了解自己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相信你这妈妈的直觉。对，一定会有一天会让你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很知足，但是在我内心的深处，我其实一直在跟别人比较。所以当香萍姐和向云姐跟我说，你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要到达幸福终点的路有很多条，然后不要一直跟别人比较。我现在知道我想要的幸福到底是什么了。全天下的妈妈们，你们都做得很好。孩子们呢，长大后都会记得我们为他们的付出。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照顾自己，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快乐也是一样重要的。记得 We are Super Mummies。在全心投入妈妈这个角色的同时，不要忘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用担心赶不上，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们都在向前跑，偶尔也
谢了花